从我进丰城以来，没见过这么潦草的报表。就算你打算离职，当一天和尚也该撞好一天钟。这是考上 CPA 的水平吗？薛杉杉没有给我数据，报表当然不完整。珊珊，你没有给陈娟资料？我已经给了。半夜12点才寄给我的资料有用吗？难道我就活该半夜起来做报表是吧？那是因为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句对不起你就想蒙混带过？明知道丰腾是讲究高效的，既然你学历没有别人好，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跟上别人的速度跟效率呢？动作慢还错误百出，你想让我忍耐你多久呢？我是要走了，可你有必要这么敷衍我吗？还想让我替你背黑锅啊？哎，陈娟，不要这么说。科长，我是要走了，可是凭我在这个岗位上4、5年的情感，我不得不说，薛杉杉还在试用期，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全凭关系才进来的，您是否应该谨慎考虑一下一个不适用职员的去留问题？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去会计师事务所，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集团对职工的素质要求大不如前了。科长，您优秀了15年，还是个科长，一个助理呢，光凭借关系就能够松懈怠慢。如果集团把关系看得比实力重，那我继续留下来，恐怕也是前途堪忧啊，科长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薛杉杉，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跟我说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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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哭了别哭了，行了。再哭成大熊猫了啊！没关系，我会转告琳达说报表晚1天交的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珊珊根本就是吃闷亏了。陈娟要的数据也不全从她那来的，居然当所有人的面对大发脾气。什么报表？财务部报表啊。老板是财务部的报表，说是要晚1天补交。啊，大老板，
刚刚齐帅有事情找您。知道。你以后注意点啊，上班时间不要乱讲八卦，又不是不知道大老板最讨厌人家说长道短的了。可我也是打抱不平嘛。那要不要给你颁一个年度最佳八婆大奖啊？再举荐你去八卦周刊上班呢？我风腾喜欢什么东西，需要你承让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人家的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职场压力大，有些同事吵起架来，就是会口不择言。你要是往心里去，那就是你傻。齐帅，你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我挑菜吗？我一开始老被科长骂，他说我看起来蠢得像头猪，应该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给风小姐献过血，老板不好让我走，才会想到这个奇怪的工作给我呀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是，你是对风小姐有恩，但是报恩的方法有很多种吧？风家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办法，怎么会录用你来报恩呢？况且身为一个大老板，怎么会管到一个小助理的去留啊？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你变相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其实就算是我不认识的人要我献血，我也会义不容辞的，我不需要有任何回报。没想到风小姐帮我送盒饭，竟然惹来这么多的闲言闲语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怪老板，也不应该怪风小姐。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唉，看来科长说的没错。像我这种脑袋缺根筋的人，真的很难在职场上生存。你确定你脑袋只少1根筋吗？行了行了，别郁闷了。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嘛。像你这么简单善良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像你这样简单善良、特别的好女孩。你只需要好好的做自己，对自己有自信就行了。齐帅，这是在暗示我吗？那你觉得我特别吗？当然特别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，当然也没有2个薛珊珊啊。你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？怎么了？喂，你等等我啊！你骑那么快干嘛？今儿怎么了？喂，哎！哎，你以为你参加环法赛啊？啊！我追你都追出心肌梗塞了。你中午在楼梯间干嘛？楼梯间？啊，你看到了？哎，你说风腾吧，虽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公司，但是把员工逼得那么委屈、痛哭流涕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哎。他躲着你回来哭，很委屈吗？你吃醋了？吃醋？哼，真好笑。
我只是好奇，怎么有人会在公司里边搂搂抱抱呢？那我们可不止搂搂抱抱啊，我们还单独约会出去喝咖啡呢。你要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聊完人生聊理想，聊完理想聊爱情。玩真的呀？我们在一起聊你呢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哪有像你这么追女孩的？我跟你说，追女孩的方式啊，很多都很老套，但是就是屡试不爽。你用的是哪一招啊？每天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去跟你一起吃午饭，你除了给珊珊招来一堆闲言闲语，还有什么用啊？你现在都快把珊珊逼得在公司待不下去了。我就是吃个饭，怎么了？还就吃个饭怎么了？你以为你是一个屌丝男没人搭理啊？你可是高富帅大 boss， 跟你吃个饭多了不起啊？还是你觉得你身为大老板，你拉不下脸来追人家？怎么了？说中了是不是？珊她的确很特别，跟我身边其他女孩都不一样。她很单纯，也很可爱。不过就是因为我是老板，人心隔肚皮，我不知道我们交往了以后，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哎呀，你说你哈，我们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不激你一下，你就是不跟我说实话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人哪有不变的？你看他怎么变，变化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也能理解你，身为丰腾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谈恋爱呢是应该小心谨慎一点，但也别太过了，你这样会伤害人家的，知不知道？你要是真喜欢人家，那你就追，别想那么多了。